嗨，朋友你好，我是乌鸦三语。今天是7月1号，中共建党100周年，在天安门广场上呢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。鸣礼炮。10架歼10组成15架歼20，空军出动了许多架飞机，据称呢是有71架飞机，其中就包括了中共它最先进的飞机歼20。我们知道，无论是什么样的军队，只要它出动，那它就是一个烧钱的窟窿啊。除此之外呢，就在2天之前，28号，中共呢在国家体育馆，也就是鸟巢举办了文艺演出，对于参加这次晚会的观众都有严格的要求。国家体育场内灯光璀璨，绚烂的焰火升腾出100的纪年，盛放在国家体育场上空。这次的这些观众呢，大概有2万名，他们在下午2点钟就被要求开始动身出发，经过了多次转车和至少3次的安检才得以入场。最佳丧心病狂的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要求参加的这些媒体、这些记者，他们不得携带手机以及通讯设备入场。那大家想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2万名观众，他们可以知根知底，这些观众的身份证都有备案。但是对于媒体记者来说，他们很多人呢都是外国的媒体、外国的记者。中共对于这样无法掌控的事情呢，他们就非常的恐惧，所以呢才会出现了这样荒唐的规定，禁止媒体记者携带手机入场。这次的这个文艺演出啊，可谓是盛况空前啊，那种规模之大，直逼奥运会的开幕式。第1篇章，浴火前行，以情景舞蹈起义起义。在2个多小时的演出期间，进行了4次的烟火表演。对于奥运会的开幕式来说呢，它有一些可查的数据。在2008年，中共呢在北京举办奥运会。这次奥运会的开幕式，根据中国一些媒体的报道呢，是在7亿到11亿港币之间。在那次开幕式上呢，我们都记得他请的是张艺谋来作为总导演，如果把它折算成人民币的话呢，大概就是9.16亿人民币。那么这次中共党庆的这个文艺演出呢，我们就按照当时奥运会的1半来算吧，也就是4.5亿。但是呢，朋友们有没有想过，中共呢他自己并没有自己的产业，中共的名下呢，它并没有自己运营的工厂，那么他们花出去的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是这9500万党员他们所交出来的党费吗？那么乌鸦三语呢，就带大家一起来粗算一下，这9500万党员他们1年要交出来多少钱的党费。首先呢，在网络上面被披露出来的中共最新的党费交纳标准呢是这样的：工资在3000元以下，它的交纳标准是每个月占工资总额的 0.5%，3到5000交 1%，5000到1万交 1.5%，1万以上交 2%。如果是农民，他们并没有工资的话呢，每个月是交纳2毛钱到1块钱。如果是学生的话，每个月呢就统一按照0.2元2毛钱来交。OK， 咱们呢通过上面这些数据就可以来做一番计算。根据最新的数据，2021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，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一组数据。在中国这9500万的党员里边，我们把农民和学生把它排除出来，因为他们的交费比例呢是一个定值，然后剩余的人呢，我们按照中国的平均收入来计算一个总数，然后呢再按比例计算出他们要交的党费。农牧渔民的占比呢是2581.7万人，这些人的交费比例呢是从2毛钱到1块钱之间不等。那么咱们取个中间数，就按5毛钱来算，每人每个月要交5毛钱，那么每年就要交6块钱。我们把它乘以2581万人，那么它的总数就是 1.5亿。好，我们再来看已经入党的学生呢有306万，这些人呢每个月交2毛钱，每年交2块4毛钱。那么中国所有的学生呢每年交出来的党费呢是730万。中国有9500万的党员，减去前面这2个群体之外，它还剩下6613万。根据中共政府公开的数字，在2020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2189块钱。那么这个标准呢，就是超过3000还不到5000，在这个区间之内，交纳党费的比例呢，也就是1%，折算到每年呢就是321块钱。
把这个数字乘以6613万人，那么得到的党费总数就是212亿。那么我们再加上前边农民党员每年交上来的1.5亿，以及学生党员每年交上来的700万，那么总数就是213亿人民币。这个数字呢，就是中国共产党每年的党费收入。好，咱们呢用这个数字来看一下，中共呢他们这些大操大办的这些庆典活动，他们要花掉多少钱？好，根据百度百科关于党费的支出呢，它报道过这样一个事实：各个地方它收上来的党费呢，其中5%要交到中组部，除此之外呢，剩下的部分呢就在当地就把它分掉了。就比如说县市党委，它呢留下70%，往市党委呢交10%，往省党委呢交20%。那好，前面我们已经知道了，中共每年的党费收入呢是213亿，它的5%交到中央的呢，也就是10.65亿。OK， 这个时候呢，中共党中央呢就要从这10.65亿里边呢，就拿出这点钱来大操大办这个党庆。那这笔钱呢，还要满足党中央的日常开支啊。前面我们也说了嘛，奥运会的开幕式当时呢花了9个亿。那么这一次中共的党庆呢，这个晚会活动呢，咱们就按照奥运会的1半来计算，就是4.5亿人民币。那这党中央的手上呢10.6亿减去4.5亿呢，还剩下6亿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6亿呢，还要花在前边天安门庆典的时候这些钱呢。在2015年9月3号，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，这一次阅兵呢，在中国国内的许多的媒体上面报道呢，据称是花费了215亿人民币。那好，这一次党庆呢，同样也是出动了71架飞机，其中呢还包括最先进的歼20。除了说呢，地面的这些部队啊、装甲车啊，这些什么东风导弹没开过来，该有的排场它也不少啊，并且到场人数呢6万人。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党万岁！伟大光荣英雄的中国人民万岁！那么那次阅兵花了215亿，那么这次中共100年党庆呢，就算只花了它的1/5吧，40亿你总得要吧。但是呢，这时候中共党中央的这个口袋里边呢，我们刚刚计算过，不是只剩下6亿元人民币了吗？这时候呢，他还要花出去40亿，那么剩下的这35亿的空缺，他们又从哪里找来的呢？大家呢记好这个数字，再重复一遍：亏损35亿，欠款35亿，并且呢，这还没有完啊！中共呢不是刚刚修建成一个党史展览馆，就在前几天呢，习近平还为这个党史展览馆去参加了他的开幕庆典。整个建筑面积14.7万平方米，共10层。高大雄伟，气势恢宏，这是国内目前单体规模最大、功能最全面、地位最重要的国家级展览馆。整个建筑啊，采取的是中式的汉白玉的这个廊柱，这样一个设计。那么两边呢，各有14根，一共有28根汉白玉的这个廊柱。我们的柱础呢是采用了红色花岗岩，寓意着共产党的革命性和宣泄换来的这样一个胜利果实的特征。这个党史展览馆呢，就是在国家体育馆的附近，就在鸟巢附近，它的规模堪比人民大会堂，从几百米开外就能看到大红的镰刀锤子，以及它巨大而又粗壮的柱子。就算这些柱子呢，它们都是大有来头，它们来自于夹金山，这是一座山的名字。据称啊，当年红军长征的时候，他们翻过了这座雪山，所以呢，现在修建这个党史博物馆，这个党史展览馆，也要兴师动众的从这里把这些汉白玉的柱子运送到北京去。听到这里啊，大家有没有联想到，这是不是有点像古代帝王大兴土木的那个意思了？这28根廊柱，据称啊，真的就是从四川雅安的宝兴县运过来的，因为这个夹金山呢就在那个地方。同样的，在这个展览馆1楼铺设的所有这些红色的花岗岩呢，地面啊，它们全部都是从那个夹金山的附近，都是从四川运过去的。所以呢，大家是不是越听越觉得荒唐啊？当时有施工的工人称啊，那个柱子呢大概是500万一根，光这28根柱子就价值1.4亿人民币，那更别说主体结构、内部装修，对不对？根据公开的资料啊，中共的这个党史展览馆，它的建筑面积是15万平方米，这个面积呢，基本等同于国家大剧院。国家大剧院当时花费呢是30亿，建筑面积呢是14.9万平方米，所以呢，他们的建筑面积几乎上是一模一样。但是呢，大家还要请注意，这个东西呢，它只是建筑的成本，只是它装修的成本，它并不包括买地的成本啊。大家要想到北京的地价它有多贵。
我们都知道啊，鸟巢呢，它是在北京的4环之内。我在这里找到一份在2019年成交的21.6万平方米的一块土地，它的成交价格呢是79.4亿元。前面呢我们也说了，这个党史展览馆呢，它的建筑面积是15万平方米。但是我们都知道，这样的大型建筑呢，它周围它需要场地，需要广场，所以呢，这个党史展览馆它真实的占地呢，明显要比这15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要大出去很多。所以咱们姑且就按照这21.6万平方米来计算这个党史展览馆它的占地面积。前面我们已经说了，它的建筑加上装修呢，大概是30亿，再加上它的土地价值79亿，那么它的总和呢，就是109亿。前面那个数字大家还记得吗？中共党中央呢，它不是已经负债35亿了吗？OK， 这时候呢，大兴土木还得加上109亿，这时候呢，他们真正的负债就是144亿。对于每年呢只有净占10.6亿的一个中共的党中央来说，他一口气花出去这144亿，他哪来那么多钱啊？他是偷来的呢，还是抢来的呢？那乌鸦三爷觉得他是抢来的。他抢谁呢？抢老百姓啊！大家想啊，再往前个几十年，在中华民国的时候，那些地呢，它都是有地契的，对吧？我奶呀说我们家祖上是大地主。是那个大地主说那地就老鼻子了，别说那个这个了，敢没让你反对呀？我不相信，我奶奶翻箱倒柜的把过去这东西都拿出来了，我就看我现在可真相信了，可真是地主啊，我家呀！哎呀看看啊，这老些都是地契啊，看看啊，宣统元年的啊，还有大清同治的，看着没有？大清同治的，还有光绪，还有光绪的，哎呀妈，这都是欠我家钱的。我这现在说这个了，人家根本就不让呢。不管它是农田还是住宅，这些地契又是从哪来的呢？中国老百姓一代一代的积累下来的财富，最终呢交到那一代人的手上。但是中共他推翻了这些所有的结果，他把这些土地呢变为了所谓的国有。其实上呢，就算变为国有，它也并不可怕。但是呢，共产党它是凌驾于国家之上的，所以呢，这些国家的土地啊，它也可以任意使用。否则呢，就以党中央每年净占10.6亿那点钱，他想搞那么大的工程，怎么可能呢？在这一次劳民伤财的庆典活动背后，还有一个巨大的社会成本。从24、5号开始，整个北京呢就开始进入戒严状态，并且这样的戒严状态呢，要持续到7月6、7号才会结束。那大家想，为此支出的这些社会成本，它又需要多少呢？好，下边呢，我们来看一组短片。这些短片就记录了在这一次100年党庆之时，他们花了多少力量，消耗了多少无用的精力，耗费了多少社会成本来成就他们这次可笑的庆典。这个呢，同样是 YouTuber 徐晓东东哥，他呢故意去调戏一下这些卖刀的商家。大家请看下边这段影像。哎，您好，那个请问您这是王麻子菜刀那个专卖吗？对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我大姐，我问一下，我到处都买不着菜刀，我还纳闷呢。我说就是我在北京，就是家里做菜刀钝了，我怎么在您这儿才能买啊？您北京用的话，7月1号以后应该来买刀啊？那我只能是7月2号才能有我的菜刀是吗？妈呀，大姐，我都这样了，这老百姓做饭都不让啊！看见了吧，真人真事儿。24号就是我买王麻子的刀，家里做饭用，就是他们给我的回馈。中国共产党呢，他害怕老百姓去买刀，那这个事情就有意思了。在中国的历史上，同样害怕老百姓拥有刀子的人，他还有谁呢？秦王嬴政，对不对？秦王呢，收缴天下之兵，把他们的刀呢全部没收掉，把他们熔炼成铜水之后，把它浇铸成了12座10丈高的铜人。秦王呢，他害怕老百姓手上有刀以后，他要来造反了。但是大家想，这有用吗？秦帝国呢，短短15年立刻就被推翻。大家纵观地球上各个历史时期的这些文明，他们的兴衰全都是由民意所堆积出来的，它从来不是由暴政控制出来的。所以呢，中共效仿秦王嬴政，收缴刀具，大兴土木，一个帝国它即将崩溃前的这些征兆呢，它已经完全的都显露出来了嘛。大家看，在图上呢，这个是早餐券，这是干什么的呢？这可不是住酒店的早餐券，这是因为啊，做饭用的煤气罐在这段时间内停止配送，因为中国共产党呢，他怕人民用这个玩意儿去炸它，所以呢，给你发一堆早餐券，在家里边也别开火了，你就去这个地方吃饭吧。这种事情就算放在全世界的独裁国家范围内，我相信啊，中共这也是首创。就包括说金正恩呢，他也要向习近平伸出一个大拇指，哇，你厉害，老哥，你不错。但是呢，这些荒唐事情还没有结束。大家请看这张图片上，北京市排水集团，
它的一个下水道井盖上边呢都打了封条，都把它焊接起来。那么大家说，中国共产党他的人民这是得有多害怕呀？他们呢是做了多少恶，他们才会怕成这样？下边呢我给朋友们准备了4段您可能会喜欢的影片，您可以任选其一继续看下去。今天关于中共党庆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。乌鸦3语呢也祝贺中国共产党呢这个100年庆典，你们呢也过好每一天，毕竟呢这日子过一天少一天了嘛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说到这里，感谢朋友们收看，欢迎您点赞、订阅、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